这是一只鸡，它最好的归宿就是做成炸鸡，然后被你吃掉。为什么炸鸡这么好吃？怎样才能做出令人欲罢不能的炸鸡？今天的炸鸡主要取自鸡的大腿、翅膀和胸这3处，其中的鸡胸由于脂肪含量少，充满强韧的肌肉纤维，是最难炸的好吃的部位。一块炸鸡是否好吃，关键在于外皮金黄酥脆，内部娇嫩多汁，能同时满足你对热量与口感的原始欲望。腌制、裹粉、油炸这3道工序是炸鸡的精髓。腌制的目的不仅是让鸡肉拥有更丰富的味道，更重要的是锁住内部的汁水。盐是最基础的腌制成分，当鸡肉浸泡在浓度 4.6% 至 5.8% 的盐水中，氯离子会渗进鸡肉中的肌原纤维。肌原纤维由无数个肌小节构成， 80% 都是水。氯离子与肌小节上的细肌丝结合，增加肌丝间的静电排斥力，令肌丝间距增加，得以容纳更多水分。且因为结构被破坏，肌小节的收缩能力大大衰弱，也就不容易把肌丝间的水分再挤出去。可以看到，经过盐水腌制，即便是难搞的鸡胸肉都能在油炸后保持鲜嫩销魂的汁水。除了盐，你从外面买到的现成腌料还会添加复合磷酸盐，增加肉的保水性。香辛料增强风味的同时抑制腐败菌，味精和肌苷酸提升鲜味。需要注意，这些物质完全渗进鸡肉里需要5至6个小时，但腌制时间最好不超过1天，避免肉过咸和变质。接着是裹粉。腌制后直接油炸，只能得到像这样表皮稍微焦黄的鸡肉，而为鸡肉裹上面粉，在油炸时让面粉迅速脱水，形成包裹层，出现层次分明且酥脆的外皮。最古早的美式炸鸡是将鸡肉浸入面糊中，炸出来足够金黄，但容易裹得太厚，一旦放置过久吸收水分就会反潮发软，直接裹则容易掉粉，且形状通常不明显。所以今天的快餐店通常采用2次裹粉的方法，先均匀裹上一层面粉，再浸水打湿成轻薄的面糊，取出再裹一次，并抖落多余的粉，就能形成口感丰富的鳞状炸衣。当然，炸鸡最核心的还是炸。首先你要注意油，必须能承受高温，一旦油被烧至冒烟，就会开始变质、变臭发苦。所以炸鸡最好选择花生油、橄榄油、米糠油这类发烟点在204度以上的食用油。当油加热到176度以上时，放入鸡块，外表面粉的水分迅速蒸发，塑造出酥脆的炸衣。此外还有美拉德反应，面粉中的葡萄糖等还原糖与鸡肉中的氨基酸反应，导致食物褐变，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。炸多久呢？经验告诉我们，切条的鸡胸肉在约176度的油温下炸6至8分钟即可出炉，体积大些的鸡翅、鸡腿需要更长时间。不过一锅油通常炸过6小时之后就会变质。首先是水解，食用油的主要成分是甘油三酸酯，鸡肉中释放出的水会破坏甘油三酸酯的酯键，将其分解为游离脂肪酸和其他化合物。游离脂肪酸在油炸过程中不断累积，与氧气接触形成过氧化物，将进一步分解成醛、铜、烷烃等低分子挥发性化合物，让油变色，散发鱼腥味，并降低油的发烟点。高温还会让油发生聚合反应，形成的高分子聚合物化作油脂泡沫，在锅沿留下褐色的残留物。这样炸出来的鸡块同样也会染上变质油的深褐色和鱼腥味，让你毫无食欲。所以当你发现油已经出现肉眼可见的颜色变深、变黏、起泡、杂质时，最好换锅新油，并且避免中途关火2次加热，因为当油冷却，油中氧气溶解度增加，间歇性加热的油比连续加热更容易变质。肯德基的炸鸡配方数十年来被封锁在总部的保险柜里，但即便你掌握了这项商业机密，也难以在家完美复制出一模一样的吮指原味鸡。精髓就在这台压力炸锅，鸡肉被关进密闭的高压空间，水的沸点提高到120度左右，鸡肉水分蒸发少，缓解了油的水解。炸完鸡后加入以3硅酸镁为主要成分的滤油粉，吸附出的杂质排到底部的过滤室，延长油的使用寿命。相比普通油炸，压力油炸出的鸡腿含质量更高。除了鸡，肯德基还会将自己的员工关进密室接受 VR 培训，在10分钟内，只有通过所有工序炸出一盘鸡，再塞进肯德基爷爷的嘴里，才能打开通向自由的大门。我是陈小军，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，欢迎转发支持我们。你可以在微博、微信、B 站、YouTube 搜索回音针 Paperclip 关注我们。
在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炸鸡，可获取不同油炸方法的研究论文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